那么今天咱们这个最新的视频主要是来聊一聊美国的10年期国债，这也是咱们的会员约稿。整体走势来看，我是比较看好这个10年美债后期向上的一个反弹空间的。但是从局部走势来看，此次反弹的第一波已经步入到了一个阶段性的尾声，后期可能还会有高点但是整体向上的空间已经不大了。下来我们从波浪理论的角度来分析一下此次反弹或者反转的它的一个性质，以及后期上方面临的一个压力位在哪里。从这张图图表当中的整体是月线图走势来看的话，最高点是出现在1981年的10月份，高点是15.82%，低点是出现在2020年的3月份，0.333%。可以看到这一轮的下跌整体的时间跨度是非常长将近40年才走完了这一次的下跌结构，并且这一次的下跌结构内部也是异常的复杂。下来我们把它的整体思路来划分一下，下跌的1浪、2浪，整个的3浪跨度是非常的长然后4浪的反弹，最后再是一个小5浪，结束了这次的5浪下行模式。那在这当中的3浪内部，它其实整体走势也是再次延伸出来了一个5个推动浪，5个推动子浪，分别是子浪1、子浪2、子浪3、子浪4以及子浪5，也就是紫色段的一个这波走势。那既然这波5浪下跌结束了，按照波浪理论规则，那随后将会出现一次 ABC 的反弹修正模式。下来我们用黄金分割来测算一下，从当前的反弹力度来看，是已经进入到了 0.236 到 0.382 这个区域上方最近的一个压力也就是黄金分割 0.382 的位置，它是位于 6.24， 这是目前我们能见到的比较近的一个压力位。那当下我们就是要具体分析从 0.333 上涨截止到目前的一个内部子浪的一个结构。那我们将时间调整到周线图，周线图当中这波有一些有一定的推动浪的预期在里面，这也是我在录视频之前不断的复盘，找到最合理的一种这个结构方案。首先我们先看它其中的子浪子浪1、子浪2、子浪3、子浪4、子浪5。在这个子浪5走完以后，那么前面我们要再看一下其他走势，反弹的第1浪，回撤的第2浪，主升浪的第3浪，然后调整的第4浪，并且走出了一个 ABC 形态。那按照刚才我们所说的下跌5浪程，目前是处于反弹浪，那从当前的划分我们就很清晰了，此处是反弹的 A 浪1，回撤走完一个 A 浪2，主升3浪子浪走出5波，这是 A 浪3，调整一个3波形态 A 浪4。这里我们还要借助一下黄金分割来看一下此次调整的一个回撤幅度。我们可以看到此次 A 浪4的3波回撤，它是基本上是处于 0.236 到 0.382 之间。那么也可以说从幅度上来说，包括从时间的跨度上来说，都比较符合这个 A 浪4已经结束 ，A 浪4已经结束。那么当前其实就是处于这个 A 浪5当中。那从目前的局部回撤来看的话， A 浪5后期整体向上的走势有可能是啥？子浪1、子浪2，近期调整完成之后会走一个子浪3、子浪4、子浪5，大概率会走一个5波的形态，届时完成全部的走势反弹第一波的 A 浪5。那么也就是说，从目前的点位来说 4.432 向上的空间其实还是有的，至少是会突破前期 A 浪3的高点 5.033。从中长期来看，那么10年美债向上的预期还是存在的这就是当前我们对于这个10年美债整体的一个波浪结构形态的分析。目前还是处于 A 浪当中的 A 浪子浪5，后期向上的空间还是有的那如果大家有其他感兴趣的品种
也可以继续给我们留言。咱们分析的大类主要是美股、港股、期货、数字货币以及金油。当然，像这种国债类的，只要有 K 线图，我们依然可以通过波浪理论的分析得出一定的结论。那下来我们其实更为关心的是近期或是中期向上突破哪里就确认 A 浪5正式展开，或者是跌破哪里，这个前期的 A 浪可能仅仅是3波就结束。我们要找到这些关键的节点。我们将时间调整到天图，从天图上来看，我们要关注一个高点关注一个高点，这个位置是位于 4.080 4.808。那也就是说，如果10年美债向上突破这个点位，那么就可以确认 A 浪5当中的第3个子浪开始要往上走了，那么前期的高点就会有可能会被掀掉。那同样的一个道理，虽然这一次出现了一个局部的回撤，那我们还是会考虑拉取最近的这一次的一个黄金分割。可以看到下方的支撑关键节点支撑是在黄金分割的 0.764， 是位于 4.044。 如果跌破 4.044， 那么就有可能前期的 A 浪仅仅就是3波就全部完成了。那么当前从高点下来的可能这是 B 浪 A， 这是一个 B 浪 B， 后期下跌还会有一个 B 浪 C， 这是两种预期同时存在。但是目前我们从前期上涨的这个力度来说的话，我可能还是刚才所说，我更倾向于第一种，这个 A 浪会向上发展出一个5波的形态走出这个5浪形态，来完成这个 A 浪反弹全部的内部结构。因此从中长期来看，我个人还是比较看好10年美债会继续向上运行。我们刚才也说到了月线的一个压力位，月线上方的压力位大致是能看到黄金分割0.382的位置，也就是 6.249。 那再保守一点保守一点的话，不说太多，那我们先看到6看到 6% 这个位置是概率非常大的。好，以上就是今天上午关于这个10年期美债的整体结构、整体波浪结构分析以及后期的一个看法。那么如果你关注这个品种，那么我个人认为可以继续持有可以继续持有，因为我们毕竟目前看到的是月线图，所以说整体向上的运行的轨迹，它所需要的时间还是比较长的。好，今天上午关于美债10年的视频到此结束，我们下一期再见。